我要这天再遮不住我眼，要这天，要这地，再埋不了我心，要众生都明白我意，要那诸佛都烟消云散。韩道友操控第二元婴，将功法神识尽数灌转入提魂兽之海。懂我问话了？懂了，主人。我这是模仿主人的人身化形，但还拥有其他的变化之术。变化之术，让我看看。吞噬了化神有王的提魂，已然进化出了更强的恶鬼真身。神秘小瓶在灵界竟生出了天翻地覆的变化。原本7日才能产成1滴的灵液，灵界仅需3日。催熟灵药时间减半，异象近乎消隐，对韩立而言，无疑是天大的机缘。按照赵乌龟的嘱咐，韩道友先入天甲殿，领取了天渊城制式清明卡。天甲陆下，您天铁殿吧。哎，少校。好。韩前辈，您是新任队长。不错，我是新任队长。拜见队长。起身吧。此地就只有你们2人。回前辈，马道长与许仙子未到，其余道友都在静室打坐。不用叫他们，你先给我说说本队的情况。是前辈，本队共有12名成员，除了马道长与许仙子，其余10人都在此地。本队的日常任务是负责巡逻此地，防止有外人闯入。刚才是金剑传书，贫道来的不晚。马兄，这位是我们新任的韩队长，晚辈马明，拜见韩前辈。马道友不必多礼，你以元婴后期大成，距化神仅1步之刚，可喜可贺。我等参见队长。府里沼泽。什么？怎会是这里？这地方有问题。岂止有问题，这里是异族探子出没的险地，年年有同道陨落。就我们1队巡逻？回前辈，沼泽极大，共有4支队伍分头巡视。既非1队，多加小心便是。前辈，2年前化神中期的宣广队长就在此被影族人偷袭陨落。化神中期修士，竟有此事！这位是我们新任队长韩前辈。晚辈拜见韩前辈。诸位道友不必多礼。我们下一城巡查地是府里沼泽。命令无法更改，明日出发，诸位各自准备。卓兄，你和前辈说了沼泽的凶险？说了，
可前辈似乎并未在意。就算在意又如何？长老会的命令，谁敢抗命？只希望前辈能慎重行事。玉强帝唯有清明未能独挡。大家不必过于忧虑，显帝奖励丰厚，撑过这几年便好。各自准备吧。拜见队长。起身吧。韩前辈，这位就是许仙子，他也是飞升修士的嫡系后裔。原来如此。见过韩前辈。人已到齐，出发。韩道友带着队员直奔天渊城传送石殿，准备传送前往蛮荒边境。众人分批次踏入传送阵，白光起处，技术离开了天渊城。都到齐了。回前辈，全员到齐，无人掉队。走。众人遁出通道，抵达蛮荒边境丘陵。身后便是天渊城的巨墙，人族抵御蛮荒的最后防线。天渊城面对蛮荒，竟无半扇城门，全靠传送阵进出，配合层层禁制，异族便无机可乘。前方便是伏驴沼泽，此地地形特殊，可屏蔽神念扫描。常有异族探子潜伏其中，监视天渊城动静，历来是人族修士陨落最多的险地之一，被天渊城划为1级危险区。万余里路程，对元婴以上修士不过瞬息之事，不多时，伏驴沼泽已在眼前。此物名异灵盘，天渊城专为巡逻修士配置。可感应一定范围内的异族气息，是深入险地的必备法器。踏入瘴气的瞬间，神念便被大幅屏蔽，四周寂静无声，唯有无尽的水雾与潜藏的未知凶险。只是低阶妖兽，不必紧张。伏离沼泽诡异莫测，神念难出百丈，瘴气幻象丛生，更有龟虫潜藏淤泥，防不胜防。韩道有元磁神光一出，定住万虫，灵火焚尽危机，也让一众手下彻底心服。
韩前辈，歇息一二。可以检查一下，看看有什么异常。是。不好！动手！雷火尽散，怪人现身。此辽竟与巨兽为为一体，生死相依。结阵，总攻遵命。是蛮兽人，快拿下他！韩道友并未出手，只在一旁静观其变，将战场全权交给手下。不好，他要合体了，快阻止他！水潭异兽暴起突袭，直扑毫无防备的韩高友。和张其尘。就这片刻耽搁，蛮少人已完成人兽合一，化为数十马黑鳞巨人，凶威暴涨。
噬灵天火御风即燃，无物不焚。瞬息之间，便将人兽合一的蛮兽人彻底化为虚无。连坐，漫天漫显僵尸一举。收押此兽，回城交令。是，晚辈遵命。经此一战，韩道友神通盖世，彻底慑服众人，而府里沼泽的巡查之路才刚刚过半。休整片刻，再上路。多谢前辈相救。你的剑是万年玄玉所炼，前辈慧眼如炬，晚辈飞剑的确用玄玉炼制而成。有一位名叫冰魄仙子的上古修士，修炼的也是极行功法，并且是一名飞升修士，不知道有可知道此人？冰魄仙子，那是我们许家许久之前的先祖了。难道前辈是和先祖来自同一下界？韩某能有今日成就，多亏在下界时得到了令祖遗留的一些好处。许道友的飞剑为何不完全用万年玄玉炼制？前辈说笑了，万年玄玉虽然不能和蛮荒世界的那些最顶阶材料相比，但要凑齐如此多数量也是困难异常。原来如此，韩某手中正好有一些万年玄玉，就赠送给道友吧，也算在下还了此人情。多谢前辈赏赐。出发！遵命。众人返回天渊城，移交异兽领取赏金。韩道友也领到了化神修士专属的灭尘丹。小队解散，各自歇息。我等告辞。前辈，2日后就是本城拍卖行3年一次蛮荒物品拍卖的日子，前辈是否也打算去参加？蛮荒物品？怎么，许道人也对此感兴趣？前辈说笑了，能参加此拍卖的，起码也要是前辈这样的化神修士。妾身区区一名元婴修士，如何有资格参加此拍卖？前辈不妨前去碰碰运气。多谢道友相告，韩某或许会去见识一下的。那小女子就先告辞了。韩道友本就打算搜集化神级丹方灵药，当即动身，直奔天渊城最繁华的坊市而去。这位前辈，你想看些什么？本店虽然小，但是各种灵药还是齐全的很。有没有可以经化神修士修为的丹方或者灵药？化神修士，丹方倒是有2种，
但是所需材料太过珍稀，小店无法配齐全部的。哦，先把丹方拿来给我看上一看。请前辈稍后一样，晚辈去就来。真禅液、玉清丹。玉清丹适配化神初期，真禅液药性霸道，专为化神后期修士炼制。两种丹药所需材料均缺了近半。所缺的材料在其他药铺是否可能配齐？启禀前辈，碧眼真禅灵血却是真正罕见的东西。这碧眼真禅的灵血既然是蛮荒古兽，应该不是那么好寻觅吧？马上就要召开的拍卖会，一般都有此种灵血出售的，前辈不妨碰碰运气。原来如此，这些东西我都要了。多谢前辈惠光，晚辈这就给前辈结算一下。单方2张，灵石10万，1000年金枝3份，灵石。韩道友逛遍坊市药铺，搜集丹方铜石，大肆收购灵药种子与幼草。玉清丹的炼制材料已然尽数备全。采购耗尽灵石，韩道友换形易貌，准备变卖灵草换取灵石，以防被有心人盯上。300万极品灵石，灵界材料丰足，法器符箓的威能远胜凡人界。各式仿制灵宝、银鸡纹秘符，让韩道友大开眼界。这张符箓是何来历，有何功效？回前辈，完全看炼制水平和操纵符之人的修为，甚至可以完全复制驱使者的功法和修为。韩道友想起手中残缺玉书上的傀儡符炼制之法，当即决定收购材料回去好生参悟。掌柜，我要炼制银切纹符箓，你这里可有材料？有，客官稍等，我这就去库房取来。太玄殿为人妖两族交易之地，入殿需领取玉佩遮蔽身形，限制修为。妄动法力者会被立刻传送出殿，永不得入内。太玄殿内禁止一切打斗，禁止一切飞行，禁止一切传送，禁止一切不术。韩道友神念扫过摊位，枝条内稀薄的木灵气之下，竟藏着狂暴至极的雷属性之力，让他大感诧异。阁下有何见教吗？
阁下有何见教吗？道友是否没有找到合适的东西？不错，这里的确没有在下看中之物。道友问这话是何用意？看来阁下真是第一次来太玄殿了。其实你我两族交换的东西，除了那些明面摆出之物外，真正的好东西都各自私下1对1的暗自交换的。为何要如此做？公开拿出来的话，不是更容易找到合适的买主？真正的好东西拿出来交换，即使有遮光配合迷云幡遮蔽本来面目，仍很容易被人惦记上的。好了，废话少说，你到底想交换东西吗？只要道友真有好东西，在下自然愿意交换的。不过，道友为何找上在下？阁下对摊位上所摆东西如此细看的样子，多半就是新进到天渊城之人。我手中除了自己的一些东西外，还帮许多族内同伴托付交换的物品。适合贵族之物，在下手里自然有一些，但道友手里的东西，是不是也应该先给在下透露1、2？哼，我手里的东西从灵药、材料到你们人族法宝、古宝，都应有尽有。你想要什么？道友手中可有真蝉兽的灵血？在下正急缺中。道友还真会挑东西，真蝉叶可不光对你们人族有用，对我们妖族也同样大有用处的。谁会在太玄殿交易此东西？若是这样的话，下面几种东西可有？5000年以上的黄金草。不要妄想了，这些能够增进修为的丹药材料，都是蛮荒世界才可能寻到的。我们妖族同样大缺的，即使有，也不会拿来和你们人族交易的。道友不用心急，在下可并非一定要成品灵药的，这些灵药的种子或者幼草，在下同样愿意出大价换取的。若是这样的话，倒不是一定无法寻到的，但眼下我手里是没有的。只要真能收集到此物，在下一定还会再到此地和道友交换的。不过万一真寻到了这些东西，阁下打算拿何种东西和小女子交换？什么？阁下真有万年灵药？只要道友能找到在下所需东西，在下自然也能拿出此等灵物的。有此等灵药，你不自己拿来配制丹药了，何必和我交换这些东西？道友还是不要多问了，这株灵药就算是在下的定金。你就不怕我拿了这定金直接一走？道友既然答应了，韩某自然给我数年时间，我会帮你搜集到2、3种的。好，那韩某就静等佳音了。这东西是何来历？道友能否告知一二？来历？这东西是在下亲眼目睹一道天雷降落到一株枯王林木上，然后发芽生长形成的此阶灵木。天雷成木？嘿嘿，不瞒道友，既无法强行吸收炼化体内，也无法用来炼器的。怎么？道友看上此物了？天雷降枯木，化灵而成木。这株霸道奇异的天雷成木，竟与韩道宇的辟邪神雷产生了冥冥之中的呼应。在下也修雷法，对此物好奇，道友打算换什么？虽然在下尚未找到这雷木的真正用处，但是这种天雷形成的灵木价值是很难估计的。这样吧，老夫最近正炼制一炉乾元丹，尚缺一味不限种类的5000年灵草。道友若是能提供一支，这块灵木就尽可拿去。道友不必惊讶，在下袖交常人。刚才你和妖族那女子交易时拿出来的木匣，刘如何知道的药香？在下闻到了些许。如此轻易出这等灵药来，想来5000年以上的也大有可能会有的。原来如此，既然道友已经点名要灵药了，在下手中还真有这么一株，道友看看是否适用吧。不错，的确是5000年灵药，正好适合老夫炼丹之用。韩道友离开太玄殿，又在坊市转了一圈，并未找到动心之物。当即返回清明塔，准备仔细研究这株神秘的天雷成木。韩道友布下重重禁制，确保无人打扰，开始仔细研究这株天雷成木。
枝条眉心溢出淡金色神念波纹，缓缓内部狂暴的雷力远超他的预料。更让韩烈震惊的是，雷木断口竟会自动愈合，化为独立的枝条，仿佛拥有生命一般。韩立静坐1天1夜，参悟雷纹奥秘，终于有所领悟，开始尝试在虚空中凝聚雷纹。第一次尝试虽未成功，却让韩立看到了希望。这神秘的天雷雷纹，终将为他的辟邪神雷开启一条全新的道路。雷纹成型的瞬间，竟将辟邪神雷的力量放大了10倍以上，威力之强，远超韩高友的预料。韩立并未蠢物，雷电验证，他先以噬灵天火测试，这是他仅次于辟邪神雷的核心神动，再以基础作力做对照，是仅能放大雷电，还是对所有能量都有增幅？许仙子，愿赌服输，你无法做到约定之事，是不是该答应小徒的求亲了？许仙子，愿赌服输，你无法做到约定之事，是不是该答应小徒的求亲了？阁下就是新年来的韩道友吧？老夫黄豹是第27小队的领队，到贵典只是和许公子有些话要说而已。我和你没有什么话要说，此事似乎只和贵徒有关。前辈插手此事，不觉有些以大欺小吗？怎么，许仙子想对小失约吗？仙子可不要替你们许家招灾引祸的好。妾身的事情和许家有什么关系？如何没有关系？当初你和小徒立下赌约的时候，你们许家全族可都是见证之人。道友不愿削约，黄某自然要找这些证人了。什么赌约？很简单，许仙子自持冰清剑奇寒无比，向在下许诺，只要本命法宝可以应接此剑一击，不被冰封住，就愿意答应亲事。真有此事？而在下已经做到了此事，可是仙子却打算反悔。是有此事不假，但是那本命法宝被动了手脚，否则凭他一名初期修士，又如何能接住我的一击？
不管是何原因，现在冰晶剑无法冰封除在下的绿波刃了，这可是真的。这一点，仙子也承认了。原来如此，但在下也不相信你们在我面前重新演示一遍。若是真的如此，韩某也懒得管此事。不是的话，还请二位道友离开此地。前辈，我好，就如此办。希望韩道友能记住自己所说的话。明清陵墓开启，绿波刃的猫腻无所遁形。果然如血仙子所言，此宝被动了手脚。天火兼具制寒制热之性，可吞噬万物灵力，寒力强行灌注。冰晶剑竟完美融合了冰与火两种截然相反的力量。玉手向前一招，黄袍心寒入体。韩兄神通惊人，王某自愧不如，小徒的求亲之事就此作罢了。这人可有什么来历？韩前辈放心，黄霸师徒都是出自一个叫流沙谷的小宗门，并非来自什么上古大宗。许道友，在本队任务期间出手帮你，这是第一次，也是最后一次，希望你好自为之。晚辈明白，这次多谢前辈出手相助，下次绝不会有此类事情了。这银焰到底是何种极寒之力，竟能施展心寒入体的神通？许道友，似乎韩前辈对你颇为的照顾，你们应该有些渊源吧？可知道那是何种寒焰吗？韩前辈的确和妾身祖上有些关系，当日他一下吞噬掉合体后期的蛮少人。不过韩前辈似乎并不喜欢别人打听他的底细，卓兄还是不要多问这般问题的好。是，许道友说的是我多嘴了。
进入里面，向左走。太玄殿禁制变换莫测，每次开启都会重新排列通道，确保拍卖者的行踪绝对隐秘。拍卖行深知怀璧其罪的道理，在保障拍卖者隐秘性上可谓煞费苦心，使不一如中引的正在拳咒洞长的神念可不仅未能反差。凡是能进入这里的，最起码也是化神以上修士。近千化神修士汇聚一堂，这在人界根本是想也不敢想的事情。是大师，他怎么会出现在这里？难道这次拍卖